我的天哪！我只要一出门，这帮鞋看到我就往我身上飞。哎，你们俩干啥嘞？哎，真受不了你们了。不过想想也是哦，已经有3、4个小时没管他们了，肯定是餓了。好，你们几个站这里，我去给你们搞吃的。把另外2个兄弟喊回来啊！看我这手上密密麻麻的印子，全部都是他们爪子抓的。赶紧给他们现场做一个消音器，不然的话他们一直会追着我。这谁招架得住啊？你们不要觉得这个消音器太大了啊，也就他们一餐的量。这也没到齐啊，才3个。咋整？先给你们3个开饭。看这个家伙的口水，已经在我手上牵丝了。就从你開始，來吧你，不要浪費啊！他們的胃口很大，所以消音器做小了，根本都不頂用。這個家伙還沒吃飽，這剩下的都給你了。不要浪費，不要浪費，都吃下去。這一下是徹底安靜了。剛那一會兒真的是吵死我了，瘋狂的追着我叫，多的刮下來，免得浪費了。你再來一點。好了，這一下你們倆可以滾蛋了，應該是都吃飽了。咋啦？你這是還能吃啊？剛吃了那麼大一坨，我就不信這一坨你還能吃掉。吃不下去你就打包帶走吧，晚上不要找我了。桂花樹上面還藏了一隻嘞，趕緊過來。你們以為剛那一坨消音器都餵完了嗎？還有這麼多嘞，過來。嘿嘿，又來一個啊！不要着急，都有份兒。我正在着急，這消音器沒有銷路哎。這不，一下又來2個。不過這2隻比較斯文一點，但是並不能影響我搓很大一坨餵它。上次有個哥們兒發信息罵我，說我準備把喜鵲給噎死，每次都餵這麼大一坨一坨的。會不會噎死我真不知道，反正從沒有毛的時候養到現在已經能飛來飛去了，可能以後會噎死。消音器越來越小了，沒有勇士過來了嗎？剛說完又來了一個，這隻可能還沒吃飽。你這胃口有點大呀，你都吃了多少口了？這下吃飽了吧？好，吃飽了趕緊上樹去。跑了。最後還有一點點，這隻八哥過來了，他可不敢跟喜鵲搶，打不過，他應該吃不完，胃口比較小。剛那麼大一塊消音器，就剩這麼一點點了，也不會浪費。餵魚，過幾天又有2隻喜鵲要加入消音器大軍了。5月10號的晚上，我去隔壁縣接到2隻小喜鵲，你看，也是別人捅窩，這個兄弟撿到2隻。養了20天，現在已經這麼大了，就是站在我手上的，尾巴還這麼短，過幾天就能加入消音器大軍了。哎，這幾個家伙又過來了，這誰招架得住啊？主要今天還下雨，看我胳膊上被他們踩的，全都是泥，左邊的胳膊也是，還衣服上面，有的時候還往我頭上站。就這，還有人說我消音器給他們弄大了，想噎死他們。你們看他們一個個的，跟個餓死鬼似的。這才多大一會兒啊？有半個小時嗎？又餓了。所以說必須要給他們弄大一點。而且我現在出門要躲着他們。重點是隊伍現在是越來越大了，所以首要任務肯定是要讓他們吃飽了。不然的話，我感覺我一天換10套衣服都不夠換的。都差不多了吧？可以滾蛋了。這2個吃傻了吧？你們就在這裡站着，再見。天快黑的時候，帶鴨子出來溜達一圈，發現小河溝的水快乾了。最近一直沒下雨嘛，哎呦，我又有點手癢啊，想看一下有沒有魚抓。這種石頭下面都是藏魚的好地方，看一下。哎呦，好多小魚小蝦呀，還有一個比較大的龍蝦，遇到的也是一種緣分。放了吧，哎呦，把鴨子嚇一跳，放的這個位置不怎麼好啊。旁邊還有一個洞，有一條尾巴都在外面，應該是黃鱔，我們把它掏出來，千萬別是那條啊，不科學啊。掏着掏着，這個小尾巴動了一下就不見了，看來真的是術業有專攻啊，
看別人抓黃鱔特別輕鬆，到我這裡就抓不到了。算了吧，還是把它們給蓋起來，免得曬死了。不過也是早晚的事儿。這個鴨子今天終于可以好好的洗一次澡了。我們這邊已經很久沒有水了，所以說洗澡都是一種奢侈。我又掰開了一個石頭，剛才有4、5條小黃鱔，一隻大龍蝦，我手不能丟啊，扶着在。今天也不抓它們，看看就好。這個石板還是給它們蓋起来，以免被天敵發現。這只鴨子也有一段時間沒有和它培養感情了，還行吧，一直跟在我腳後面。自己去玩吧，我再看一下有沒有啥其他的魚。看这裡，好多白鷺的糞便，所以說這個地方看得到的魚基本上都被白鷺給吃光了。每天可能有幾十只白鷺都聚集在這裡，這些魚也挺遭殃的，不是被曬死就是被白鷺給吃掉。泥鰍的生命力真的特別顽強。就這個位置，我剛隨便搬了一個小石板，裡面有一條小泥鰍，乾成這個樣子它還活下来了。給你加餐，沒興趣啊，所以說咯，還是給它放了。能活下來完全是因為鴨子沒興趣。看這個位置，以前也是一個大水坑，你們猜一下下面有沒有藏魚？乾成這個樣子了，應該不可能有魚吧？小石頭掰開看一下，沒有。我有一種預感，這個袋子下面一定有貨。掰開看一下，誒，看，這是啥？一條小黃鱔，好像又要逃跑，跑了。這邊還有一條，伸手就跑了。繼續找。這裡又有一條。這是捅了黃鱔窩吧？這麼多黃鱔。這個石頭下面又有一條，看到沒？這個位置黃鱔可真多。這個位置今年肯定出生了一窩小黃鱔，沒想到遇到天乾。哎呀，讓你們聽天由命吧。這下面應該還有一點點水，如果這幾天下雨的話，它們就沒啥事兒。還是把他們的環境給還原，擋一下太陽，擋一下天敵，剩下的就靠他們自己了。這個小坑裡面，剛剛我看到好多魚啊，明天早上可能就要成為白鷺的早餐。你們2個注意安全啊，小心有蛇。鴨子好像跟過來了，在這裡再看一下，我怎麼感覺隨便一個石縫下面都有貨啊？掰開，哎，這是什麼啊？直接上手摸一下，摸到了一個倔強的小伙子，他還試圖往石縫裡面鑽，出來了，差點咬了我一口。這家伙，看他逃跑的時候小心翼翼的，放了他。你來晚了，沒有吃的。我們最後再搬一塊石頭，不看了啊，看一下有啥。又是一條小黃鱔，這真的是捅到黄鱔窩了，到處都是。不知道有沒有人和我一樣，只要是看到這種小水坑，都想看一下裡面有什麼魚。反正也不是為了抓它們，也不是為了吃，純屬好奇，看看而已。這鴨子出來之後洗澡好像也洗好了，現在水都不願意下了。時不時的把它帶出來，測試一下親人度，訓練一下，一直都沒有讓我失望啊。走嘍，回家，感覺天要黑了。如果過幾天還不下雨，到時候我們再來看一下這溝裡面的小魚什麼情況。從蛋孵化出來的小八哥真的特別親人，我都1、2個月沒管他們了，我去哪裡他們還是喜歡跟着。這不，我出來逛了一圈，他們2個又跟過來了。不過最近在換羽毛，飞行能力不強。過來。其實我是不想讓他們上手的，這2個家伙有一个特點，特別喜歡咬人。哎呦，太痛了，也不知道跟誰學的。好肥呀，這一隻基本上都放着在，天天都在偷飼料和面包蟲吃，也不自己找食物。這是另外一隻，換毛比較慢一點，最近把它關到籠子裡面，關了差不多有1個月了。哎呀，原因太多了，沒法說。飛行能力它也比較弱一點，所以說也算是對它的一種保護。等羽毛換好之後，
就不用管它了。這两个家伙自己偷偷學會了說話，會說過來，別的沒聽到，沒教過。飛一下。以前他們倆形影不離，自從把另外一隻關了1個月，現在他們都各玩各的，見面就打架。看，剛剛逛到這裡，別人正在澆花嘞，他們兩個估計渴了，也不客氣啊，直接飛過去就開始喝水。有一隻還試圖進桶裡面洗澡。羽毛換好之後，到明年春季要進行野化訓練了。走了，去別的地方。等到時候他們和野生的八哥多混一段時間就好了。然後你們看一下啊，我到田裡面來了，我圍着這個玉米杆轉圈圈，他們兩個一直跟着轉，追着我，就怕我把他們給丟了。今天這麼親人，我覺得有點反常。等一會兒回去看一下，是不是麵包蟲吃完了。這圍着這裡轉，再轉2圈，我覺得我可能都要轉暈了。走了，回去。剛還給他們抓了幾個螞蚱，我回去看一下到底什麼情況。今天這麼親人。回來之後一看，的確是放的麵包蟲都被他們吃完了。然後昨天買回來的麵包蟲還沒拆開嘞，他們吃不到。難怪這麼親人。但是也難不到他們哦，就一會兒的功夫，袋子就被他們啄破了，開始在吃了。好吧，從現在開始有吃的，又不會理我了。總之吧，這些家伙就是誰能給他提供食物，他就跟誰好，其實一點感情都不講。要說有感情，也就貝貝對我是真愛。他的羽毛也換好了，一出來把2隻小八哥都嚇跑了，每次出來都要暴揍他們一頓。所以說現在已經怕他了。前段時間大家都說他醜嘞，現在不醜了吧？而且這個羽毛還沒有徹底換好，鳳冠還會再高一點，再等幾天就差不多了。就他是真愛呀，也不咬人，也不問我要吃的，特別棒。這個小老鼠現在鬼鬼祟祟的，給它整點酸奶喝一下。這吃個東西還小心翼翼的，怕我呀？不是我，你能長這麼胖嗎？放這裡讓他自己吃，3天不給他搞吃的，就變得特別親人。天天給他放吃的，他基本上都不理我了。所以說這家伙吃飽了就不認人。吃飽了，估計又要跑路了。哎，是被狗子給嚇到了嗎？好像不見了。出來了，出來了。你不要追他啊！你這個吃素的還追他幹啥呀？現在屬於半吃飽的狀態，給他好吃的都要騙他半天才過來。吃飽就跑了，過去看一下去哪兒了。這邊貓比較多。哎，小老鼠沒發現，看到一隻大公雞，這應該是我家的吧？又跑到別人這裡來偷吃。別人都礙於鄰居的關係，不好意思說，他一點都不自覺，出來了就往別人這邊跑。跟我回去吧，進去吧，別出去了啊！這天天的玉米、小雞飼料，還有各種粗糧，你還要出去偷吃啊？不科學。被大公雞耽誤了一會兒，出來找小老鼠，結果不見了，估計是找不到了。但是我找到的這個家伙，仙女哥的孩子，跑這裡來了，旁邊還有幾隻貓嘞。剛看到我來了，就剩1隻了。這家伙好看吧？可惜不是手養的。要不是鴿子爸爸一直追着餵，這家伙現在應該很聽話。我發現仙女哥現在繁殖的孩子都挺好看的。過來的這一隻是他們上一窩的孩子，也挺好看的。這一隻也是。我發現仙女哥繁殖出來的孩子，每一隻顏色都不一樣。反正都挺漂亮的，又下2個蛋，不知道這一窩會是什麼樣子。你們這幾隻鴿子，差點讓我把正事給忘了，不說要去找小老鼠嗎？走吧，我們去找一下。最後我看到它跑到這邊來了，前面好多貓啊，狗子追到別人家裡面去了。我好像看到小老鼠了，跑到別人南瓜地裡面去了。這也太茂密了吧，這怎麼看啊？下次再回來，我要給它關2天，越跑越野。這家伙，這別人家的佩奇又長這麼大了，過年又能吃豬肉了。走了走了，回家去。
本來我還說找不到小老鼠，乾脆回来給狗子再洗一個澡。上次給它洗了個澡，還是乾淨了不少。結果好像又停水了。上次我說我們這邊吃的水都没有，好多人都覺得不可思議。你們自己看，我們這邊經常停水，不過已經在解決了。我相信很快我們都會有水吃。整的這幫鴨子有的時候實在是沒水喝了，我就在池塘裡面給它們打點水。這幾天我發現每一桶水裡面都有小魚苗，特別小，整的我還小心翼翼的，每次都要把它們給放掉。回家吃飯，等一會兒再出來找一下那只小老鼠，別被這幫猫給滅了。他們家養了4、5只猫，現在風險係數很大呀。趕緊把水倒掉了，看一下，還好還沒死。我真的是打死都想不到有一天这個家伙會鑽到這個瓶子裡面去。被我發現之後，趕緊把水給全部倒掉了。剛才我試圖把它給倒出來，出不來呀，然後又拽它的腿，它拼命的掙扎，我怕把它腿給扯斷了，所以說我準備把瓶子給鋸開。這下好了吧？浪費我一個儲存水的瓶子，不過這個家伙還活着，也是萬幸。求生欲特別強，爪子的抓力還行，應該是沒啥事兒。這要換成其他的鳥，可能早就淹死了。我真的很好奇它鑽到瓶子裡面是去幹啥去了。還好我要拿桶給鴿子換水，結果就發現這個家伙在裡面。一開始我還想着肯定救不活了，趕緊把水給倒了，沒想到它還是活的。找個籠子先把它關起來，然後讓它羽毛晾乾。現在溫度特別高，不需要用吹風機給它吹。就這裡吧，可能半個小時羽毛就乾了。等一會兒我們再過來看一下，看起來問題不大。我之前不是給大家說我們這邊長期停水嗎？所以我買了很多桶裝水。這個桶用完之後，等有水的時候會儲存很多水，餵鳥啊、餵雞啊、餵鴨子啊都可以。結果就出了這事兒。要說別的鳥往裡面鑽，我還想得通。這玩意兒鑽進去幹嘛呀？而且我發現桶裡面還有一塊肉，我懷疑是不是他想把肉藏到桶裡面去，然後掉下去了。現在外面的溫度很高，在外面吹了半個小時的風，羽毛基本上已經乾了，不過狀態還是有一點點差。來試一下你現在的這種狀態，敢不敢動鴿子？其實平時它也不敢啊，血脈還沒有覺醒。不然的話早都把它放到山上去了。這一只鴿子就不能看到我，看到我之後不停地轉圈圈。來呀，攻擊伯勞啊！它不敢，有血脈壓制。給它整了一個面包蟲，它直接飛到樹上去了，看起來是沒啥事兒啊，狀態没有正常的時候好，不過相信過幾個小時就會恢復，已經沒啥事兒了，救回來了。我又撿到小鳥了，身上濕漉漉的，一只剛學飛的黃藤鳥。昨天也是下了半天的暴雨啊，積水挺多的。我剛剛吃完飯，騎着我的小電驢，說帶布丁出去溜達一圈，結果就在這邊發現這個家伙在水坑裡面。還好水不是特別深，不然的話它已經淹死了。正常情況下，這種學飛鳥如果不是因為它的翅膀打濕了，基本上是抓不到的。我已經聽到了它父母的呼喚，就在前面那一片菜地裡面。哎，這裡剛剛我看到還有一只，布丁聞了一下它，一下就鑽到這一塊紅薯地去了。看來這是一窩啊，都在這裡。我已經看到它的父母了，好着急呀，在那裡叫的。這家伙也是真奇怪，孩子掉到水溝裡面，不管不問，被我救起來了。他現在着急了。本來我準備把這個家伙直接放了的，但是這身上濕漉漉的，離家又近，我決定帶回去用吹風機給它羽毛吹乾了再帶出來放，這樣它的生存幾率更大一些。正準備回家的時候，你們看我在這裡又發現了一個啥？菜地裡面撿了一顆蛋，也不知道是雞蛋還是鴨蛋，已經爆漿了。就原地放生吧，給這家伙带回来。我刚回家拿個吹風機的功夫，它就跑了，飛又飛不起來。用吹風機把它身上的羽毛吹乾，這樣它生存下來的概率就會大很多。最近經常下暴雨，加上鳥都在繁殖最後一窩，
所以幼鳥還是挺多的。没有被我們遇到也就算了，適者生存嘛。要是遇到了，偶爾給它辅助一下，它就可以活下去。主要要把它肚子上的羽毛给吹干。这种幼鳥肚子上经常都是光秃秃的，受凉之后死亡率是很高的。现在全身的羽毛已經被我給吹乾了，是不是立馬就不一樣了？看起來呆萌呆萌的。而且我用吹風機給它吹羽毛的時候，它好像特別享受，一動不動。現在帶去放生。戶外碰到這種幼鳥，什麼地方撿到的，就在附近找合適的位置放生。這一塊離馬路稍微遠一點，而且遮擋物比較多，就在這兒給它放了。哎，我發現這幫家伙特別喜歡這一塊紅薯地呀。這只也鑽到紅薯地去了，飛行能力還挺強的。而且它的父母又過來了，已經發現它了。我們趕緊走。這貨有點過分了，走的時候還在我手上拉一坨大便，擦乾淨帶狗子去玩。這一條沒人要的流浪狗也追過來了，怎麼就沒人把它撿回去養着嘞？天天跟着我們家布丁。帶布丁在這個路口吹吹風，挺涼快的。不過我總感覺要下暴雨了。那一條小狗子已經跑了，出來還不到10多分鐘，下大了，溜了，回家去。希望那個小家伙能挺過這一場暴雨，祝福他吧。早上又整了40斤鴿糧回來的，現在鴿子越來越多，真的是特能造，每個月打底都是40斤。關鍵是送別人的幾隻鴿子全部都飛回來了，感覺以後送鴿子不能送得太近了。沒啥用，一下就飛回來了。有一只送出去的鴿子飛回來之後，被我家另外一只鴿子給欺負慘了，好幾次都掉到池塘裡面，被我救起來了，又掉下去了。這一只太瘦了，所以老是被欺負。等一會兒把它關起來養一段時間，好難搞啊！送得近了它們飛回來，遠一點又運輸不了。最近的私信60%都是問我要鴿子的，好多地址都發過來了。這東西運輸不了，活物不能快遞，不然的話可能有100萬只都是不夠送哦。其實我比較在意的是這2只天天咬我的公鴿子，這一只嘴巴比較短，咬人特別舒服，我每天都要讓它咬2口。這一只也特別喜歡咬我，它嘴巴比較長，咬人相對來說痛一點，不過也還好吧。對的，這一只母鴿子我也挺喜歡的，不過它不會主動攻擊我，都是我惹它之後它才會咬我，也特別有意思。這個家伙，你說你們幾個怎麼都喜歡攻擊我嘞？你們就不能互相咬一下嗎？來，放到一起，轉移矛盾，互相攻擊，不好使啊。他們看清楚是同類之後就不打了，然後還是喜歡打我。鴿子從上面咬我的手，腳下有鴨子咬我的腿。這幾天我發現這幾隻鴨子又開始喜歡咬人了，別說鴨子咬人是真痛啊。所以說呢，作為比較喜歡拱火的我，必須要給他們制造一點矛盾，讓他們互相攻擊，總要心裡找一點平衡，是不是？哎，幹得好，幹得好，鴿子你是好樣了，真沒用。這麼大的塊頭居然打不過一隻鴿子，落荒而逃啊！其實我主要是想看這玩意兒被揍，這家伙太彪悍了。家裡目前養的動物好像還沒有能打得過他的。這家伙偶爾能偷襲他一下，但是多數都是輸的。來，獎勵你咬我一口。好，差不多了。這家伙好像又下蛋了，現在已經發展到半個月繁殖一窩了，這速度真的是恐怖如斯啊！我逗鴿子的時候，總感覺有水落在我頭上，抬頭一看，一只土話梅在這裡洗澡嘞。這上面有水嗎？還真有，這是以前餵魔術鴿的。這個水是真髒啊，這樣都能洗澡。本來還想給它撓個癢癢的，這家伙警惕性好高啊，一下就跑了。一般的鳥在洗完澡之後，羽毛打濕了，飛行能力會下降，所以它們的警惕性會變得特別高，這是它們的天性。現在羽毛乾了就下來了，看它的樣子好像不想讓我給它挠癢癢嘞。算了算了，你自己玩吧，再見。你们就說這熱不熱鬧吧？
前面是雞哥的叫聲，後面是鴨子。這又來了一個大公雞，我感覺我被前後包抄了。沒事兒，一個個的解決。你說你一天沒事兒，你吼幾嗓子幹啥嘞？吵不吵啊？這是接力賽呀，又來了，就罰你在這裡面壁思過5分鐘。時間到了，我會過來扶你起來，不要對我招手，有本事你就自己起來，那是你的實力。我還要去解決另外一個嘞。哎呦，你還主動來找我來了是吧？要不是我擔心他踢我，我早都把他給制服了。只要他現在是伤员呢。前幾天在田裡面玩了一天，回來之後眼睛腫了，感覺像是被什麼給咬了。不過問題不大，並沒有影響他這噪音般的嗓音，發揮依舊是這麼穩定。這個家伙我跟你們講很特殊，這個種群估計就它的智商不夠。我放生了那麼多鳥，就它不好放生。反正不是今天這裡出點問題，就是明天那裡出點問題。不是在受傷，是在受傷的路上。好了，你也安靜了，是時候該把那只鴨子給放了。它還在這裡招手嘞，你自己就不能有點出息，自己爬起來嗎？來，我給你個支點，起來。這個支點好像只能讓它轉圈圈。懲罰時間到，起來吧。終於有點出息了，起來了。和鴨群匯合了，就中間那一只。你們猜他在說什麼？一直在說話，就是聽不懂。我猜肯定不是誇我，大概率是在罵我，反正聽不懂，無所謂。對的。剛才另外一只扯着大嗓門叫的就是這個家伙。一段時間不理你，你這小子叫聲越來越大了啊！關鍵是還懲罰不了他，躺在地上一下就起來了，你說氣不氣人？一點辦法都沒有。不像雞哥，我聽到他叫聲太吵了，我還能來一個手動閉麥。這不閉上了嗎？不對呀。這小子今天也閉不上了，要我抠電池是吧？一點面子都不給我，也還可以了，起碼降低了分貝，沒有那麼大的噪音。總體來說，肯定比鴨子強一點點，起碼嘴巴沒有鴨子那麼硬，不然的話，它嘴巴怎麼會斷呢？是不是？你小子站在後面幹啥呀？打又打不過，又喜歡湊熱鬧，趕緊走啊！等一會兒他又要打你。雞哥這一會兒情緒很激動嘞，指不定馬上就要發脾氣了，誰知道下一個倒霉的是誰呀？上樹了，等一會兒我還要給這個家伙眼睛上擦點藥，天天都在受傷。要不是他運氣好，或者說我对他照顧有加，可能他的墳頭草已經3丈高了。今天溫度有點高啊，看他熱的，但是這個位置又安全又涼快。等他午休一會兒，晚點給他擦點藥。鴨子都下水了，奇怪哦，最近鴨子也不追人了，也是好事，免得我招架不住。今天讓大家看一下，本該是看家護院的小惡犬混得有多慘。這2天我總是能在狗窩裡面看到很多小樹枝和鴨子的羽毛，起初我還挺奇怪的，直到今天早上破案了。一只該死的鴿子居然想把窩做在狗窩裡面，這要是換成其他狗，這鴿子可能早已經是這一塊那一塊了吧。我說狗子咋這2天不進狗窩嘞？原來窩都被你霸占了，這就有點過分了啊！必須要幫我家狗子找回一點面子。来，狗子，你嚇唬吓他，我不怪你，快點。哎，還挺友好的。狗子对他是一點惡意都沒有，我剛把他放了，他又進狗窩了。狗子看到我在這裡，他自己過來了。來，今天我就是塞也要把你塞到狗窩裡面去。進去啊，進，怕啥嘞？我在這兒嘞。這狗子沒救了，死活都塞不進去，就躺在門口，鴿子也不讓。最後我強行把狗子給塞進去了，他死活都不進了。好了。
這狗子真沒用，鴿子一點都不害怕。咋了？你還咬我啊？我发现我养的鴿子一个比一个脾气大，都喜欢咬人。我已经把狗窝裡面的草給清理了，不然的話，明天這個窩可能已經做好了，那狗子就沒地方睡了。這一個個的繁殖可積極了，送都送不完。這裡還有一窩嘞，我看一下，咋脾氣這麼暴躁嘞？不看了，不看了。我記得他上一窩的孩子好像剛長大，又開始了。他們上一窩的孩子在這裡嘞，剛長大又開始了。我感覺今年冬季猛禽一點都不缺吃的。在老鼠堆繁殖的這一窩鴿子，這一次是失敗了，然後他們又換了個位置，繼續開始了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下了一個蛋，這速度是真快呀！繁殖自由，我又不干預，但是你們不要太過分了啊！狗窩都被你們霸佔了，整的這狗子都沒地方睡覺了。你也是，你就不能稍微兇一點嗎？要指望你看家護院，完蛋了。來，我看一下你身上有沒有蟲，有的話給你驅個蟲。沒有，每個月都在定時給它驅蟲。好了好了，你自己去玩吧。